大家好，欢迎家人们学习碧蓝牡丹。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将学习牡丹的调色，还有色阶，还有牡丹花头的包。这个调色呢很重要啊。我们很多时候调不好颜色呢，就是我们有点着急了啊，或者底色没有调好。就是说，你看这个花瓣，你要想画的漂亮呢，肯定是颜色要调好。一般这个底色很重要的啊。如果我们底色没有调好，基本上就这个花头不好画了。我们一般会调点白粉啊，我们调一点白粉，一般要加一点底色啊。我们找一个碟子，多加一点白粉。就是如果你平时调色的时候，你感觉颜色不均匀或者水大，你就多加白粉。白粉有两个作用啊。第一个作用呢，使我们这个毛笔更顺滑哈，不炸毛儿。因为这个白粉就相当于一个乳胶漆，之前刮腻子是一样的啊。你看要多调一点，多调点白粉，调均匀啊。我这个水分有点少，再加一点，我再加一点水分啊。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这个白粉能使我们这个颜色调得更加均匀漂亮啊，颜色过渡更好看一些。你看这样多搅一会儿啊，多搅一搅，多搅一下啊。你看左右搅一下，搅一下，然后往下压一下。如果你平时调这个颜色只是表面上吸收的颜色，而笔肚子里面没有，那画的时候也会出现颜色不均匀的现象。颜色不均，你看像纸上啊，如果你白粉饱满的话，这个颜色就是过度自然饱满。如果白粉比较少，就会像这样的有一定的颗粒。因为我们这个纸上面都会有一些纹理啊，有一些条纹，那么条纹里面肯定是有洞的，小洞洞的。那么这个小洞洞颜色调薄的时候呢，不能完全覆盖，所以一般我们白粉调厚一点，可以覆盖这个小洞洞啊，就是纸上这个纹理。来，我们现在调好了啊，左右的转一转，下压一压，每一个方向动一动啊，然后再把它刮一刮啊，刮一刮，刮到什么程度呢？刮个半干啊。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毛笔表面上的水分刮掉就可以，笔肚子里面还是有的啊。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你用的毛笔不是尖毫毛笔，不是尖毫毛笔，那么你毛笔吸收的这个白粉水比较少，所以它画出来也会比较刺儿，这个颜色不均匀。所以我们选用尖毫毛笔啊。然后第二步呢，调色，调色也是很关键的地方。我们把这擦一点。调色要按照色阶去调。什么叫色阶呢？就是一个颜色的排列，从浅到深。我给你们排一下啊，给你们排一下。你看哈，你看我的颜色都是怎么放的啊？你看这是不是蓝色系列的？蓝色系列的我全部放在一个盒子里。为什么放在一个盒子里呢？第一个，我寻找这个颜色的时候呢方便。第二个呢，我如果画蓝色的时候呢，你看我只需要把我这个颜色盒一拿出来，我就知道我最浅的是哪个颜色，三青对吧？然后呢，然后是钴蓝吧，头青、群青，这个钴蓝可以去掉。你看我这个三个颜色就可以成为一个色阶。色阶呢，就是同一色系列的由浅到深的这个颜色的排列就叫色阶啊。比如说三青是最亮，那么头青稍微黑一点，群青更黑一点，那么这三个就是一个色阶。那么通常我们也有四种颜色的，你可以那1、2、3、4加个太青蓝，也可以成为一个色阶。那么你平时储存的时候呢，你可以把这个色阶放在一个盒子里，
那么你画蓝色系列的时候，直接拿出来用。同样的道理啊，我们为什么好多同学不会调色呢？就是因为色阶不太懂。比如说我们画这种红色的，最浅的红色是玫瑰红，对不对？那么第二个是牡丹红，那么第三个是胭脂，那么这3个颜色也是一个色阶。那么我们调颜色的时候呢，是不是从浅到深呢？那我们就用这个颜色试一下啊。这个是玫瑰红啊，玫瑰红。我们每次调的时候可以挤一点点，挤多了就像我这样干不溜秋的。牡丹红是第二个，深一点啊，牡丹红是第二个。那么胭脂这盘上有一点，我就不挤啊。来，我们调一下，你看这就是刚才白粉啊，已经刮了。我们现在调这个牡丹红、玫瑰红啊，现在调玫瑰红。调的时候呢，你可以拉一点出来，然后呢左右调一调啊，转动笔杆子。如果你不转动的时候，你可能只一个面上有颜色，另一个面上就没有颜色。看，仔细看啊，我们把这个最浅的这个玫瑰红呢，我们调满整个笔根啊。如果你用不到，你可以调2/3吧。先把它调满整个笔根。为什么要调满整个笔根呢？因为你等会儿还有其他的颜色，所以我们这个呢调满整个笔根啊。那么下面跟其他颜色重合的时候呢，就变成其他颜色了，就变成另外一个颜色了。但是我们又要想有这个粉色怎么办？所以我们要调到笔根啊。好，这个呢是玫瑰红，就这样调满了。然后第二个颜色是牡丹红，牡丹红是过渡颜色，过渡的是中间的一个色。你看最上面是粉的，中间呢是牡丹红，是不是这个色阶比刚才粉的要重一点点？重一点点。你看我画，你看一下啊。好，你看这个色阶就出来了，这个色阶就出来了，是不是就粉的？你看是不是就过渡好了？我们很多同学过渡不好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调色的时候呢，细节没有做到位啊。好，你看我这个是牡丹红，作为过渡色，作为过渡色的。那么你要把牡丹红作为过渡色，那你深的颜色呢？如果暂时你用不到胭脂，你深的颜色你可以笔尖再回去调牡丹红，就笔尖蘸一点点牡丹红，那么它也能过渡。为什么呢？因为它只要比过渡色这个色阶重一点点就可以了。也可以用曙红啊，就是最后笔尖再调一点点。你们再对比一下，再对比一下，所以笔尖就重了一点点。你看它这样也能形成一个过渡，是不是也能形成一个过渡？你看这也是，你看对比一下，这个浅一点，这个稍微深一点点啊。我们现在给大家画画这个基础的啊，基础的花瓣啊。我们有多少人还不会花瓣的？花瓣调色有问题的啊，你可以看看啊。那么现在这个呢，我调的是白粉啊，调玫瑰红。你看，这老师，你看盘子里水是不是大了？这大了没关系，往边上一推，等会儿有可能用得上。反正这个色阶已经调好了，这个就是粉色啊。先白粉调完了，调玫瑰红，调成什么状态？调成这样一个粉色，粉白的就可以。粉白的调完了之后呢，这第二个颜色是牡丹红。为什么调出没有色阶呢？首先哈，这个玫瑰红你可以调到笔根部的地方，然后牡丹红调一半吧，调到一半的地方。那你最上面是粉红，再就是牡丹红，它是不是就色阶出来了？就是重叠的地方，重叠的地方要调均匀啊。你看我这已经调均匀了，
我最后笔尖再来一点这个牡丹红，再回去蘸一点就可以啊。那这样就可以。你看我现在这个纸呢，你们能不能看到纹理特别大？因为这个纸无论是生宣的、熟宣的还是工笔的，这个纸都会有条纹，都会有纹理。当你的白粉还有你的调色不均匀的时候，那么你画出来这个花瓣就有这个颗粒感，就会感觉颜色不均匀。那么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笔这个纸上的条纹还有这个坑坑洼洼的这个小洞洞、小缝隙，它就会露出来了，所以你看起来不均匀。那么好的生宣纸是什么样子呢？表面上是光滑的，背面能看见这个生宣纸的条纹，那么正面呢看不出来。那么这样的纸就是好纸，而且你撕起来它有棉絮。如果你撕起来干脆的那个纸啊，声音很脆耳，那么这个纸就是不好的。大家能区分开吗？你看我这个是属于，我给你撕一下啊，给你们撕一下啊。我这个纸呢是半生熟的，你们听听声音，声音脆不脆？脆的打个脆，能不能听到声音？脆不脆？脆的能打个脆，然后我再撕给你看啊，撕给你看，基本上没有什么棉絮。为什么？因为这是半生熟的纸，半生熟的纸是脆的。再给你撕一下，来。那么这个纸呢，就是半生熟的，这个纸是差的。那么好的纸是什么状态呢？来给你们看一下啊。来，这一张呢是好的纸，这个是500多块钱一刀的啊，这个是好的纸。好的纸画上去，你看，你压根儿都看不到纹理，它是不是光滑的？再看看背面，那么它的纹理在背面，那么这就很好的掩盖了我们调色的不足。那么正面呢是这样，是光滑的，正面是光滑的，密度很高。那么你们再听听声音，那么这个声音没那么脆，有点浑厚啊，感觉有点厚实。你们听一下，有点厚实。那撕给你们看啊，来，这有点破了，就从这撕啊，看到没？看到棉絮了没？来，看到棉花了没？两个一起撕哈，有什么区别？这个呢看不到棉絮，看这个感觉很厚实，有棉花，因为这个纸比较厚实一点，这个有点夹旋。那么这种纸是好的啊，你看撕起来，我撕个，你们听一下声音嘛，我撕一下。你看撕一下有声音，声音很小哈，是不是？再撕给你们看一下。那么这种纸就是好的纸啊，你看撕的时候棉絮多，棉絮多说明什么？吸水性好，就像那个棉花吸水性好。所以你们要买的是这种纸啊，这种纸，这个纸500多块钱一刀，贵，比较贵，而这个纸便宜。40块钱100张，这个是我以前买的练书法用的，我现在没有纸了，所以什么纸都能用了。整个一个纸板，这个是生宣纸啊，这个是红心的，有点贵，红心生宣。好，我们刚才玫瑰红调完了，调的牡丹红。来，我们换一下啊，来，起笔啊，轻轻的点下去，这个笔呢完全卧倒，你看这个尖儿朝边缘地方啊，然后笔肚子呢完全跟纸面贴平，卧倒，然后呢从左往右推的时候，笔尖动的少，笔肚子呢可以往
往上走走。那么这个笔尖儿的尖儿在边缘的地方，顺着我们的笔触往上挪动啊，往上推。我推个长一点，让你们看得更清楚啊。你看，这个推出波浪线，然后呢，再往上一点点，就是你能推出各种各样的花瓣。你看，那么运笔呢，就是要慢一点啊。好，我们继续回来调一笔啊。那么运笔呢，这是一笔啊，这是一笔完成的啊。那么通常我们画牡丹有一笔完成的，你看啊，起笔下卧倒，左往右推，推的时候开始差不多要收，这个笔呢从卧倒慢慢的就起来了啊，慢慢就站起来了，然后开始提，它基本上就是下压，然后上提，这个地方就是下压，压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会大一点啊。这就是很多同学这个运笔，来再给你们画几个啊，再画几个。好，这是一笔完成的啊。那么我们要想两笔呢，比如说我要想两笔，因为我的耐心没那么长，我还想有所变化一点。这是一笔画成的。好，我这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啊，推完了呢，补一笔，补的时候两个颜色衔接好啊。哎，开始往上推，看这个地方就是补的，衔接成这个样也可以啊。好，我们再来啊，这是两笔，先推，再推。那么还有这种啊，你看，往下走，一笔，停起来啊，再补一笔。因为有的花瓣它的造型比较多，有可能一笔达不到。你看这是两笔，也是推出来的啊，开始推，先推一笔小的，再推一笔大的。我们多少人还是小白阶段，小白的都扣个小白，因为我们今天我改作业发现有好多这个调色不均匀。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啊，笔啊，我们现在用的还是推笔啊，从左往右推，你要推慢一点啊。如果你是小白，你第一步要干嘛？把颜色调好是最重要的啊，重中之重。颜色没调好，基本上就白画了。因为你想想结构讲了，你肯定也会知道，也能做到。最难的就是调色和控水问题。你看，这是推啊，两笔推出来，这是两笔推出来。我们接着再推，你看这就是一个瓣啊，一个瓣一笔形成的，这是一笔形成，这是两笔。当然这一个瓣我们也可以三笔哦。我先把各种瓣给你讲一下，等会儿教你们怎么去用啊，怎么去用。好，这是两笔。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花瓣的形态各异，你可以用一笔画成，两笔画成，你当然也可以用三笔啊。三笔怎么画？先画中间啊。你看，还是从左往右推，这个笔要完全卧倒啊，卧倒。好，推出来一个，然后呢，我右边再推一个小一点的啊。因为这个我们一般会把它画成一个扇形的花瓣比较好一点。好，左边再推一笔，可以画成这样子啊。你看，中间是第一笔，这是第二笔，都是从左往右推啊。这是第三笔，就是画花瓣，一笔也可以，两笔也可以，三笔也可以啊。这个还是继续调玫瑰红，然后玫瑰红调完了，调牡丹红，牡丹红调到2/3的地方，2/3的地方调均匀之后呢，笔尖再回去蘸牡丹红，笔尖蘸一点点，那么它就由
玫瑰红、牡丹红，然后深的牡丹红啊，再来一笔，先画中间一笔，笔尖卧倒，笔尖朝上哈，笔肚子卧倒，从左往右推，推的时候注意这个笔尖是沿着这个花瓣的外缘线走的啊。你看，沿着外缘线，这是中间一笔。那么我再补一笔衔接的时候呢，笔尖还是在外缘线这个地方紧贴着，然后这样过渡呢，这个花瓣两个衔接的地方就不会有一条线啊。你看，我这算是两笔衔接的，但是你可以完全看不出来衔接，对不对？能不能看出来衔接的？你们能看出来吗？所以就是笔尖深的地方和深的地方衔接。好，我们再来一笔，这是右边的，我们再来一笔左边。你看左边这个花瓣我刚才画的小，那左边这个花瓣虽然是滚过去的，但是我还可以改变方向哦。我可以往下从右往左推，推的时候笔尖还是紧贴着外缘线哦，紧贴外缘线。因为自然界中的花瓣呢，各种各样的，没有定律啊。你只需要记住你的运笔，还有花瓣的衔接不能有缝，颜色呢由浅到深，呈渐变色，笔尖呢紧贴花瓣的外缘线去走笔行笔啊。那么这个呢是从左往右推，左往右推。这个右往左推，这是第一笔，这是第二笔，这是第三笔。那么刚才讲的这些呢，全是推笔的方式啊。那么画牡丹花瓣，除了推笔，还有什么笔？你们知道还有什么运笔方式？知道的同学都可以打出来啊，看看，这叫推笔，推笔啊。好，牡丹红、玫瑰红用完了啊。玫瑰红用完了，我可以再调一点紫色啊。你看，少量玫瑰红没有关系啊。我现在调这个三青啊，调点三青，再调一点蒙紫，因为这几个颜色相近，颜色比较浅，所以可以成为一个色阶。三青、蒙紫，再加点玫瑰红，看来省不了，再加点玫瑰红啊，少量的加，万一像我一样加多了，干不拉几的，没法用啊。三青、蒙紫、玫瑰红，啊，调完了之后呢，笔尖再调一点点牡丹红，那它就形成了一个色阶啊。好，这些呢是推笔的方法。那花瓣的形态呢，有1笔、2笔、3笔画成的啊，你们记住啊。然后呢，我们再看看啊，还有什么笔啊？这些是反瓣啊，大家记住了，这些刚才讲的是反瓣。那我再画一点侧瓣啊，侧瓣。什么叫侧瓣呢？就是在我们的透视中，比如说这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位置，对准的是应该是正前方这个地方。可是由于透视原理，我们的眼睛看东西有可能形成这样，两边分了。那么从这个地方看的东西叫正的，从这个地方看见的叫正的。那么侧的呢，我们可以用一个碗来代替吧。好，用一个碗来代替。那么是不是这样符合透视原理？由近及远，是不是？从这个尖儿往上看，远处看到这个地方越来越大，往眼睛视线两边的地方会两边分，那么自然我们看这个东西就变成扁的了。变成扁的就说明这个面积少一点，所以这个侧瓣，我们可以画细一点、扁一点啊，可以画扁一点。那么这种运笔呢，你看，我也可以一笔形成的啊。
笔尖朝下，笔肚子卧倒，然后呢，笔尖沿着花瓣的外缘线走，然后我的手捻着这个毛笔的笔杆往上推，一边推一边行笔。哎，这个呢就是一笔画成的。那可不可以两笔？和这个一样的，可以两笔啊，家人们。你看啊，我先画一笔，从左往右推一笔，往上走，停，再补一笔，笔尖儿衔接，往上走，停，是不是就补上去了？那么就是说，一笔也可以啊，这一笔推出来，一笔往上推，啊，两笔往上推也是可以的。这第一，这是第二，这是两笔往上推。那么三笔可不可以？你们说三笔可不可以？可以的打个可以啊。我们继续回来调色，调三青、蒙紫，然后呢玫瑰红，然后呢牡丹红。好，我们再推，笔卧倒啊，笔尖向下，侧瓣呢一般笔尖向下，啊，笔尖向下，笔肚子卧倒，从左往右推，遇右向上啊，遇右走就向上推，或者拖也行哈，拖出一个瓣。如果不是你想要的，你想有一点点尖尖，你可以继续的推。推的时候始终笔尖是沿着花瓣的外缘线走啊，这是推，继续推，然后左边呢补一笔，那么这个花瓣呢也是，这是第一、第二笔、第三笔，它是一个我们画成这样的一个扇形啊，一个扇形就可以，扇形的。所以这些花瓣呢没有定式啊，你想用一笔画出来，两笔、三笔都可以，画成波浪形的、扇形的，或者画成这个长一点的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的牡丹呢，它是没有花瓣是没有定型的啊，在不同的角度，它花瓣的这个姿态是不一样的。你看，就像这一朵花，你看再一看它都是一个样，对不对？如果我把它角度改变一下，正的可以变成扁的，变成侧的，正瓣可以变成翻瓣，翻瓣也可以变成正瓣，根据角度不同都会发生改变。所以我们画牡丹、画花瓣的时候，就一定要知道这个花瓣的运动轨迹是什么啊。来，我们现在把这个花瓣呢去运用它哈，去用起来啊。好，你看这个呢全是反瓣，朝下的反瓣。那么我们把朝下的反瓣的运动轨迹画出来啊。一般在我的课上2、3节吧，2、3节课你就要得画出来。如果你画不出来，那基本上就还给我了。要掌握方法啊，学以致用，举一反三。就是我教学的这个理念啊。好，这些是反瓣，大家都知道运笔的、推笔的方式了，对不对？那么推笔推完了，是不是要把这些瓣用起来呀？我就把这个运动轨迹给你讲一下啊。来，什么样的运动轨迹？来，画个圆吧。牡丹就是一个圆啊，牡丹就是一个圆，你要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圆，这就是一个圆啊。好。我们把这个圆呢，在这个圆的基础上画一些花瓣啊。好，我们现在画的是反瓣哦。好，我们上面的反瓣是不是有这个样子的？这是不是一个反瓣？好，这个反瓣顺时针走啊，顺时针，我们改变它的角度，顺时针。
是不是角度又变成这个了？继续顺时针去变化啊。好，继续顺时针。好，继续往下转。这就是它的运动轨迹啊。那么它运动的轨迹可大可小，我基本上是一笔画出来啊，因为这个讲课嘛，要速度点儿。这是一笔，那么有可能转到这里来了。2笔，是不是每个角度都不一样？我们要改变我们传统的模式啊，因为我教的就是让你去用的，你要是不用去临摹没意思。那运笔教你的，然后这个花瓣的这个怎么去包花头？好，这是不是一个圆？我们的花瓣在这个圆，因为你有可能花头肯定是不同的姿态呀，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花瓣的运动就相当于这个圆一样，沿着这个圆顺时针的转圈儿。你看，你转到不同的地方，这个花瓣的角度是不是不一样了？是的，打个是。你发现没有？这个花瓣的角度都不太一样，对不对？那么不太一样，那说明什么？不太一样，说明它姿态发生了改变。姿态发生了改变，这个花头的造型就发生了改变。好，既然如此啊，既然如此，你们所见的太阳花可以按照这个方式画，包菜可以按照这个方式画。我们要把思路打开。我现在呢，把这放一边啊，放一边，把它放一边啊，你们能看到就行。放在上面，我们再接着用一张纸，啊。好，放上面嘛，你们能看到就行。我现在这个画法是把它全部统一放在一个圆里啊。那么我要把它单独拿出来，拿出来去画，单独拿出来啊。好，我们很多同学是不是就是我这种方法学会了，你任何朝向的花苞花头能够迅速掌握住啊。所以我们经常有很多同学左边的方向画完了，换个方向不会画了，傻眼了。有没有这样的同学？有的扣个有。就是你只会画一个方向的花头，换个方向就不会。上一张截个图啊，这个我会放到我们的课程里啊，家人们，来你们截图截一下啊，因为我的课上呢，我就是要你去用，不要你们照抄啊、临摹啊，这个会降低你的画画的愉悦感。所以我们要学了技法，你跟任何一个老师学都是技法，你学不到老师100%的。好，这个刚才讲的是这个哈，当然我们这只是冰山一角啊，还有很多花瓣，什么这种正反瓣呐、反瓣呐、正瓣呐、侧瓣呀，还有这种混合的呀，还有这种外面的这种大瓣呐，都没有讲。我们现在讲的只是讲一个反瓣，下垂的反瓣。那么这个下垂的反瓣讲完了，我让你们去用啊，按照我的方法，你就能把它画出来啊。刚才我们看了，我们这是一个花瓣的运动轨迹，运动到不同的地方，它的就改变了啊。好，我现在把这个瓣挪下来，挪到这个位置啊，挪到这个位置。是不是就是这个瓣呢？先画中间一笔，然后画上面，在右边补一个。我现在就把它拿下来，这个一就是这个一啊，是不是？好，那么这个二呢？这一笔是2，你们能看到吗？
那么2啊，我把2的那个花瓣移到这里，还是画中间一笔，往下走走。好，我现在都把它拿出来了啊，单独把它拿出来了。转笔外侧花瓣会不会平整？会的，但是你要有一点转折吧，要不然就画平了不好看。这是第2个啊。好，第3个啊，这是第2啊，我们再把第3个挪下来。第3个造型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就画在这个位置吧，让你们更明确一点。第3个是这种，对不对？是这样下来的。这是第3，这个是第4啊。第4我就放这一边，还放这一边吧。第4，我把这个花瓣单独的运动轨迹告诉你了，然后单独把它挪下来，然后让你去包，教你们用这个瓣啊。因为这个是我多年自己悟出来的啊，没有任何人教过我，都是就是我有时候我看着各种各样的花头，我有时候会看一整天的，我有时候会盯着看很久，因为我也是和你们一样，就是有时候就是突然就啥也不会了，摸不着头脑。这个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啊。那这个呢是5，这个是6，这个是7，这个是8啊，8个。好，我们这个是4啊，5和6我省着吧，我就画一个啊。好，这一笔呢是5，这一笔是5啊，这个是5。7和8画一个行了，空间有限了啊。7和8是这样的造型啊。所以听我的课呢，要从头到尾听比较管用，临时都不知道干什么的。好，这个1、2、3、4、5就是上面的对应的1、2、3、4、5、6、7啊，就是我这1就是上面的1， 2就是上面的2啊。我往下拉一点吧。这样都能看到啊，我这1就是上面的1， 2就对应的上面的2， 3就对应的上面3啊，5、6我是对应的一个5啊，7、8对应的一个6吧。好，那么这是所有的花瓣，你看所有的花瓣运动轨迹我全部画出来了。那么这个花瓣的运动轨迹你能画出来，那么你的花头呢就能画出来啊。好，你看从这个花瓣的运动轨迹来看，它是朝下的，对不对？朝下的，那说明它这个花头的方向是朝这里，对不对？朝这里。那现在呢，我们就把它画成一个小花苞吧。画成小花苞，你看这一笔就是定位花瓣。定位花瓣也可以是反瓣，也可以是正瓣啊，它决定了花头的朝向问题。所以花头的朝向在箭头这个方向啊，这一步明白了吗？你要练习按照我的方法来，3天的时间，不用3天嘛，可能1天时间，可能执行力强的同学1节课就能搞懂，这个花苞就能画出来啊，这1节课就能搞定了。调色刚才给大家讲了啊，都是调完底色，然后呢由浅入深去调色，调完了之后呢，去画反瓣，反瓣画完了，把反瓣的这个运动轨迹画出来，然后一个瓣画出来，框一个圆，隔一点空间。因为你这个瓣你画完了，你不会用，你99%还给我了。认可的打个认可，认可吗？就是我今天教你了，就是你如果执行力不强，你明天就交给我了，不用明天，有可能下播就交给我了，99%的会还给我的。这就是所谓的画画呢，先要看，然后你再学，然后呢，你再去做，然后做的过程中你还会遇到一些问题，然后你再去开悟，到最后你才能说你学会了，你才能说你自己能独立画，认可吗？
就一个人认可哈，其他人，那说明其他人都99%都已经能掌控得住，对吧？那掌控住，这就不用讲了哈，不用讲了，不用讲了，是不是下播？下播之后，你们还能画出来，那就说明你学到了啊。那么这就是六个啊，我们把这个6个呢，把它包起来啊。你花瓣画完了要去用，那现在怎么用呢？已经说了，定位花瓣对应的是花头的朝向，花头的朝向在这里，对吧？那说明我们花瓣的方向往哪运笔啊？是不是好多人都不知道哪里运笔？你看，你的方向中心点在这里，你的花瓣的朝向在这里，那说明你花瓣的运笔的趋势方向是不是往这里走？是不是往这里走？我画在外边啊，是不是往这里走？对不对？你是不是运笔方向往下走？这步能明白吗？运笔的方向往下走，所以你这个花瓣你就画侧瓣。那么这个侧瓣跟刚才上面讲的是一样的啊。你可以一笔画一个长一点的。我现在就是一笔长一点的啊，听傻了，是不是？方向已经告诉你，旁边已经打了啊。好，这也是按照这个花头的朝向进行运笔。一般你要把控好了这个规律，没有你画不出来的啊。我现在刚才只教了你们一个反瓣一个侧瓣，那我现在这朵花我就全部用反瓣侧瓣来给你们打框架啊。既然方向是往这走，你看，你只要方向不要错，你爱怎么画怎么画。你看，你这方向不要错，你就这样框个圆吗？这就是我在课程里你们看了我画一下画了有好几个圆，是不是就这样画出来的？你看是不是就包起来了？包起来里面还有空间，我们可以继续把里面继续包。好，再来一笔，这也是侧瓣啊。你看边缘线太光滑了，可以切一点点。好，这个运笔方向还是一致啊，往下走。好，是不是还是朝这个方向？我方向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啊，我就是告诉你，你只会一笔你就能画出来。好，这是第2层花瓣，这一层叫切瓣，也还是画侧瓣的方式去切。你可以推笔啊，这个是推笔，这个推笔非常好用。好，到了这个中间的地方，我们可以慢慢的给它切出花头的层次来。看到这儿，你们已经看到花苞差不多画出来了，能看出来吗？能打个能不能看出来？好，我们继续调点颜色啊，我懒得端了，放这上面啊。好，这个是玫瑰红啊，笔尖调点胭脂。好，我们现在呢，这个地方加重一点啊，加重一点点。那么这一笔是什么瓣呢？啊，那么反瓣画完了，肯定要画正瓣。正瓣还是刚才那个调色啊，只是笔尖呢加一点胭脂就可以了啊。笔尖加一点胭脂，盆儿放上面吧，笔上加一点胭脂，就这样切出来。那还是推笔啊。这外面应该还有一笔，我懒得画，因为这空间太小了。把这个细节的地方呢，可以补一补。好，继续切啊。一般像这个花头呢，1、2、3、4、5、6笔就把它框出来了啊，花苞。这就是一个小花苞啊。然后里面呢，一层一层的往里切，
切的时候颜色、水分都要饱满，不要太大啊。好，继续往里切。如果你觉得此时切的差不多了，你也可以停住。你要觉得不行，你可以继续切。好，这花心等会儿留着画这个胭脂。侧半画的一个小花苞。那么同样的道理，花头也是这样的啊，是不是？学完了就马上要用啊，要画的这样才叫淋漓尽致啊！不要画一堆花瓣放那里，看起来很努力，用起来啥也不会了。不要这样啊！我有时候说话说的比较直白啊，大家认可吗？认不认可？看你画的很明白，自己就不行了，这很正常呀。因为你才画多久，我画了多久，我这些规律是我自己找出来，是我自己总结的。到现在市面上没有一本书讲过，我看了很多书，我看了有几百本花牡丹的书，我就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老师把这个讲得清清楚楚。首先都是一堆花瓣，让你自己去堆积，那堆完了，你聪明的能堆吧？那不聪明没有悟性的怎么去堆呢？堆不出来呀。所以我们要画的时候就把这个意识贯穿下去，让大家画的时候呢，这个花瓣在什么位置，我可以画什么样的花头花苞，他马上脑子里就有条件反射，那这样才管用啊。你必须要灵魂和思想有一个撞击，一个触碰，你才能领悟到东西。就是我今天这样讲的，你下次肯定知道了，各种朝向的就都能画了，对不对？你看现在这些外面你就可以随便加一些正瓣，一个小花苞就画好了。这小花苞都可以变花头啊，如果空间足的话你都可以变成花头。你看这些外面呢加一点正瓣就可以了啊，加一点正瓣。就是你们的反馈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因为老师现在制造开始做课程呢，我就是要吸取大家的问题、强点、弱点、难点、痛点，我要去各个的击破，让大家在画牡丹，就是人人就觉得好简单，我用哪个老师的方法，我马上我1-2个小时就能搞定，是不是？这花瓣都是对称的，你可以画一些对称的，也可以不画对称，根据这个花瓣的运动轨迹来，根据这种方式你就可以练不同的花头。那么这基本上在我课程里第2节课我就把这个搞定了，是不是突然开悟？中间可以用这个胭脂啊，把花心填出来就可以啊。好的，看中间用这个胭脂啊，用胭脂直接去切瓣就可以啊。切完了呢，等它干了之后，调一点3绿啊或者3青啊，画花蕊就可以啊。好，涂一下，是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小花苞就画好了？那其他这种方式呢？其他的呢？同样的道理啊，以此类推，把这个方法学会了，那所有的花头各个朝向在第2节课搞定啊。继续把这个画上啊，继续把这个画上。我们还是调白粉啊，调这个玫瑰红，我们可以画一个啊。画哪一个呢？是这个还是这个？这个是6啊，是这个。这个应该不是6，这个是7哈，这个是7和8，这上面7和8，这个是5和6，整一块了啊，整一块了。好，我们再补一个啊，再补一个。你看，
这个呢也是定位花瓣，它的朝向是这里，对不对？那它的运笔方向呢？你看，你的左右侧瓣运笔要根据花头的趋势来，它的方向在这里，所以我的运笔还是在这一边，还是往这边走。就是你要知道你花头的朝向，知道你花瓣的运笔，那你这个花头就能画出来啊。看我们现在沿着这个边儿吧，画个小一点的啊。你看这个也是刚才上面讲的侧瓣啊，侧瓣叠加。好，这边也继续画一个侧瓣，继续画一个侧瓣啊。好，你看这是第一层，这是第二层。我说了，我们一般要3、4层一个花苞，对吧？这第一层、第二层。好，继续画侧瓣，继续画侧瓣，是不是就包起来了？包起来了啊！这个花苞呢，里面可以再切一层，哎，再切一层。好，切好了，中间颜色深一点啊，调色的时候调深一点，哎，这样就好了啊。好，那这一块围合的地方呢，颜色可以调深一点点啊，深一点点，深一点点。好，是不是就切好了？然后这边呢，正瓣呢调牡丹红哈，哎，笔尖调一点胭脂，一点点哈，不要太多了，太多了你这个瓣呢，这个太深了啊。好，你已经看到形态了，有没有看到形态？是不是小花苞就出来了？这外面呢，再补一笔啊，补一笔，颜色深一点，可以把这个箭头给覆盖掉。放这边吧。好，调牡丹红啊，再调胭脂。始终记着啊，这个胭脂要调，但不要调太多，就笔尖上一点点啊。好，这样就切好了啊。这个正瓣的颜色比反瓣深一点点啊。好，这样就可以了啊。好，还可以调一点颜色，看这个地方呢，可以切一个。好吧，再来一点点，哎，少几笔。这样就可以啊。其实这个地方需要加一点点吗？需要加一笔。是不是又一个小花苞画好了？简不简单？这个呢非常简单啊，这个是我们画画当中只要掌握的好，掌握好的朝向啊，怎么样都能画出来。画到这里，你们能画出来的同学打个能。能不能画出来？其他的你们能不能画出来？要想迅速提高呢，你就按我的方法来啊。你们如果在下面去练习，哎，按照我的方法突破的同学回来报个信儿啊。我想知道，哎，对你帮助有多大，效果怎么样啊？好，这个花心就这样切出来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就好了？那其他的呢？同样的道理去画它。其他地方你们还要画吗？其他的花苞呢，大家可以自己画完啊。画完了，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群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节课再见啊！一起加油！